周的关键词我显示过理想的一周。7月的时候呢，我去了爱沙尼亚读了2个星期的一个 summer school， 然后还去北欧稍微转了一下，就等于给自己放了一个小暑假。因为我觉得上半年过得非常的紧凑，然后以至于有点让自己没有方向了，然后或者说有点没有在生活的感觉，然后我就想说给自己一个休息的空档，因为发现人真的是要暂停下来，然后看一看的。然后回来之后呢，我大概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在调时差，然后稍微收拾一下房间，然后整个人感觉充满了干劲。于是我就用我的 Notion 去给自己写了一个1周的理想的时间规划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说借这个我记录一下理想的1周，就是监督自己过好这样1周的这个 vlog，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就是我是怎么样赚钱的，以及我的一些工作的内容。在我的房间里呢，你会看到很多本子跟笔，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文具狂魔，所以长大以后呢，我就迷上了写手账。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好多文具我想要，但是没有，我就想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个品牌呢？于是就有了我的这个文创生活方式品牌 A Moment。生活是由每个当下的这一刻组成的，所以我也希望我的产品能陪大家度过美好的每一刻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寓意。那我是2020年的时候一边在银行打工，一边下班的时候慢慢把这个品牌做起来的。最开始妈妈帮我打包发货，我自己也要回复客人，再后来也有租过工作室。我觉得回想起来一路还挺不容易的，但是呢，目前呢我就不用自己发货了，然后客服也有外包，但是还有很多要做的7零8碎的琐事，比如说处理财务啊，然后一些订单，还有内容营销等等等等。所以抱着 eat that frog 的心态，我就把这一部分我最讨厌干的事情都放在了周一。那这样做完之后，1周接下来心情都会比较的轻松。星期2，我的主题是 design， 这也是我做 A Moment 这个品牌所有的工作中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。就比起那种 admin 啊，或者是其他的比较枯燥无聊的，我觉得创造性的工作还是我做这个品牌的最初动机。今天呢，主要就2个任务，一个是我想要把我之前设计的那个一个 A5 Slim 的活页，把它变成一个 AI 文档，然后发给工厂去做打样，因为马上这个9月嘛，就是很多做文创、做手账品牌，他会推下1年的手账，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要加紧。然后11点半个小时后，我会跟一个小妹妹开会，因为我打算把 marketing 这一块给她外标，就我需要一个人去帮我拍一些产品的东西，因为我一个人真的实在做不过来。然后找了大概1个月吧，就收到很多很多的 CV， 然后最后觉得他可能比较合适，我们会想先试试看合作1个月这样子。这个是我昨天做了一个内容营销的表格，就是我希望我会告诉他我下周想要推什么产品，然后让他帮我写标题跟文案，然后我们可能每周日会有一个固定的小会议，然后等一下会跟他过一下这个表格。
橘子。我最近呢学到一个词叫 batch film， 就是我想优化我自己的工作了，所以看了很多 YouTube 上面的视频，然后有很多创作者他就分享，他说他会在1周里面找1天或者是2天，把所有他下个星期准备拍摄的内容都给拍好。那这样的话就会效率高一点，因为每次拍摄你其实都要 set 场，然后可能要布灯光，然后清理储存卡，给相机充电，所以它是一套很繁杂的准备工作。那像我之前的话呢，可能都是想起来什么然后拍什么，然后慌慌张张准备所有的事情，我觉得就不是很高效。所以呢这一周我就想尝试一下他们这个所谓的 batch film， 然后周3呢我就会拍掉我可能下周准备发的一些短的竖屏的影片，然后周末我会集中去剪我的一些长影片，因为那些长影片可能我没有要拍的东西了，就基本上就是剪我的已有的素材。所以呢今天就是我们的 batch film day。那为什么我要拍这么多影片呢？因为其实除了文创品牌之外，内容创作已经成为我的第2大收入渠道，甚至说它赚的要比我的文创品牌要多。那這裡插入一個 TMI 吧，就很多人問到說Amy 你係邊度人啊？咁其實我係上海大嘅香港人，其實做的比較多的是內地的社交媒體平台，像大家比較熟知的這個小紅書。那像 YouTube 上面一些大家看起來有點像業配的影片，其實並不是，我只是從那邊搬到了 YouTube 上面，所以我的 YouTube 是從來沒有接過廣告的，除了開頭跟片尾的那個自動播放的那個是我 YouTube 收入的渠道之外，其他沒有在 YouTube 平台上面賺過1分錢。但是今年下半年呢，因為我想嘗試一下拓展我的海外市場，為我的文創品牌找一些海外的觀眾，所以我有計劃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多做一點英文的內容，然後 YouTube 我也會把它變得更加國際化，加一些英文的字幕，所以這個是我下半年的一個小目標，請大家監督。那像內容創作這一塊呢，它的收入其實比較的多樣。首先不同的平台，像我自己有做 YouTube、Instagram， 還有小紅書，還有就是不同的合作方式。那我主要做的可能就是跟品牌進行一些商業合作，就是共創一些我覺得對大家有用，也能夠幫助品牌曝光的一些影片內容。然後還有就是像 YouTube 比較常見的是團購，就是抽佣吧，反正可能這個我做的比較少，就類似帶貨的那種形式，就我主要做的還是商業合作內容。像我影片比較多提到就是一些相機的測評啊，因為我很喜歡測試不同的相機，或者說帶着相機去不同的地方拍。那很多大家看到那些 vlog 其實都不是我單純的去玩，就是我去拍一些相機的樣片，然後順便出了日本旅行或者說其他地方旅行的 vlog， 所以不是單純的去玩的。那在這裡呢，我也想非常感謝就是各位，因為是有各位的關注，所以才讓品牌能夠看到我，然後我也希望之後能夠創造出一些我覺得更加好看好用，然後又能夠實現一個 win-win 的這樣的一個內容吧。好了，那現在聊天環節結束，我們開始拍下周的這個短視頻。吃完飯我就會剪輯，然後對，我們明天見，朋友們，拜。今日係10月21號，而家仲剪緊呢一條8月份嘅 vlog，啲點解咯？但係就係咁啦。其實這個選題呢，我拍了2次，反正錄了2次 A roll， 我都不是很滿意。然後之前我寫的那個稿子，我覺得有一點無聊，所以想說，要不用一個1週 vlog 的形式給大家去看一下，我現在不上班是怎麼養活自己的這樣一個生活狀態。但其實我走到現在這樣一個我個人認為比較理想的狀態，也花了很久很久的時間。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，我想再做一期就是關於我創業的
一些故事。然后我之后呢也拍了一个就是跟影片创作背后相关的一个 vlog， 就是我是如何一个人拍摄商业合作的这样一个 BTS behind the scene 的一个 vlog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剪出来，但先放在这里，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再仔细的了解一下，就是我作为影片创作者的一个幕后的故事。好，那今天这一条 vlog 就这样结束吧，录了这样的一个 outro， 不然我不知道这个 vlog 要怎么收尾，我一定要今天给大家发出去。See you in next video， 拜拜。